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，这周过得好吗？下周2月9号开始就是台湾的过年咯，大家都很期待要放长假了。但是说到过年，许多人总是有一件烦恼的事，那就是包红包。到底要包多少钱才够呢？要包给谁呢？以及能不能不包呢？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文化。首先，到底要不要包红包呢？老实说，我觉得没有绝对的答案。但是以台湾的文化来说，包红包对于某些人是一件必要的事情，尤其是长辈，无论是包红包的对象啊，还是金额，都有一些期待，也会遵守一些规则。不过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我觉得包红包这件事也渐渐没有以前那么被重视了。例如说，现代的过年，很多人已经没有回老家这种习惯了，或是会特别和亲戚聚在一起。这种状况下，要送红包的几率自然就变低了。毕竟，如果不是亲手送上的红包，就没有祝福的意义了嘛。所以，既然连见面都没有安排的话，就也不会准备红包了。另外，我觉得亲戚长辈们的收入和会不会收到红包也很有关系。记得某一年过年，当年我才10几岁吧，很期待回亲戚家过年的时候可以收到不少红包。结果因为当年台湾的经济状况很不好，亲戚们都没有赚什么钱，最后我几乎是没有领到红包的，只有在长辈们打麻将的时候，站在桌子旁边拿到了一些他们赢的钱，让身为想要赚点零用钱的我相当失望。另外，在和自己朋友比较的时候啊，也发现有些人到成年了都还领得到长辈给的红包，但是有些人可能在青少年之前就没有红包了。这种对比也显现出每个人家里的背景不同，就会影响是否能收到红包。总而言之呢，过年到底要不要包红包，没有一定的答案。但是以台湾的文化来说，普遍是有这个习俗的。那么令人最烦恼的问题就是要包多少钱呢？其实这个也是一样，没有绝对的答案，但主要可以考虑2件事，一个就是包红包对象和你的关系，另一个则是习俗。先以比较单纯的习俗面来讲，在台湾包红包是有规定金额是要偶数以及避开4这个数字的。譬如说，你可以包600、1200、1600或是1800这些双数，但是不能包1400这个数字，因为金额里面有一个4，在中文里面和死这个字念起来相近，就有不吉利的意味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要有4这个数字在金额里面哦。另外，数字也不要有单数，例如100、300、500等等这些数字。通常只有丧礼的时候会包单数，所以是不吉利的。因此，至少在数字上，你可以参考这样的规则。而至于对象方面也是，像是包给爸妈的金额可能要比包给其他人都多，包给亲戚朋友的小孩金额要一样，而且如果包给了某个亲戚的小孩，势必另外一位亲戚的小孩就也要包，避免被说闲话。当然，如果是有小孩的人想要包多一点钱给自己的小孩，那就没关系了。那至于金额呢？其实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，但你只能说那些是行情，不需要完全照着做。就像刚刚说的嘛，每个人经济状况不同，我自己不是很赞成大家因为这种行情的压力来包红包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要包给父母2个人，一人6000元，也就是花掉12000元，再包给一些亲戚小朋友，一人200到1200元，或是还有自己的祖父母，也要3000元以上的钱。加总起来，整年的年终奖金可能就没有了。这样即使包红包出去，看到大家的笑容，自己却笑不出来，好像没有什么祝福的意义吧。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些金额参考就好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心意。至于要包给谁呢？以习俗来说，爸爸妈妈几乎是顺位第一的对象，再来可能是爷爷奶奶。
毕竟台湾文化里的孝顺常常和钱有关系，加上长大了之后，可能想和爸妈表示自己有能力了，也可以顺便表示感谢的心情。再来，如果是有小孩的人，包给自己的小孩也是蛮基本的，而包给小孩的钱又称为压岁钱，只要是长辈包给晚辈都可以这么说。而这笔钱，有些人可能让小孩在过年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有些则是帮他们存起来，给他们未来使用。至于剩下的对象，就是自己亲戚的小孩们了。只要在过年期间碰到，就可以包给他们小红包。像前面所说的，不一定金额要很大，但是金额都相同会比较好。其他的话，有听过过年到朋友家聚会，也会包给朋友的小孩，这可能就和交情有关系了。不过还是要说，要包给谁这件事也是一样的哦，并没有一定的规则。虽然说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的文化，因此感到有压力，甚至开始讨厌过年要跟大家聚在一起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和你同年的亲戚因为事业有成，在过年时包给每个人都很多钱，你却没有办法包这么多，就会容易害怕被亲戚比较。这些潜在的压力，一定还是有人每一年都在默默承受的。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因为文化所带来的压力，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过于在意这些规则，能够衡量自己的能力以及个性，再去决定包红包的金额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也是刚好要参与到台湾的过年，身为外国人其实是不用太在意要不要准备红包的，毕竟这是属于台湾的文化，所以没有一定要参与。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包红包的话，就可以参考那些基本的规则。我觉得能避免不吉利的数字就是很不错的第一步了。再来就是看自己的能力以及和对方的关系。准备一个可爱的红包袋啊，或是热腾腾的新钞，甚至是一张卡片，我觉得都可以展现自己的诚意。也希望这样的文化能渐渐变成一种形式上的祝福，不要再去在意红包的钱有多少，而是大家是否聚在一起，互相交换红包，甚至是礼物，一起过一个没有压力和比较的新年，应该更加理想和快乐吧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